目前，我们正在巴布亚塞兰群岛进行生存挑战。为了拥有一个在树上的豪华庇护所，我们特意夜潜查到了很多鱼，并存储了起来，这样才能把全部心思投入到搭建中。目前，所有的框架已经完成，就差屋顶和墙面了。为此，大头在丛林里砍了很多棕榈叶，准备用它们来编织成可以起到防御效果的瓦片。这种技术并不复杂。只需要用细竹丝把棕榈叶串联起来即可，可以根据庇护所的尺寸随意进行切换。这时我也没有闲着，正在为树屋的基础设施而忙碌。比如，我们需要制作一个吃饭的桌子，以及可以对开的窗户，还有一个入户门。这些完成以后，我和大头就可以安装编织的瓦片了。这样下来，我们的树屋不光有了防御效果，通风效果也非常不错。咱这个树屋啊，总算是完工了。现在防雨和防护的效果都有了啊。就差一张床了，不过我想了想，直接在上面铺点干草，睡着应该也不错。除了睡觉，咱吃饭的地方也不错啊。你们想象一下，未来在这个凉亭啊，这个小桌子上面吃着自己动手得来的食物，会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！说到这里，肚子有点饿，先凑合吃点前2天储存的咸鱼吧。这咸鱼真好吃啊！快吃啊！吃完了咱去看看野猪陷阱，都布置了好几天了。这个岛有着大面积的原始雨林，雨林生态系统也是极其复杂。你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动植物。上岛后，我们就通过探索发现了野猪的脚印，所以就在丛林里布置了一些陷阱。目前已经过去了很多天，我们准备前来查看结果。突然，我被一个不速之客吸引了注意力。这是一只正在从椰子树上爬下来的大蜥蜴。正当它准备钻进草丛逃跑时，被我拽住了尾巴。这家伙非常恼火，张着大嘴，时刻准备着攻击。好在我有经验，3两下就制服了他。这家伙真的是好凶啊！看着大嘴和大爪子。秦哥，不是去看野猪陷阱吗？怎么又找过上蜥蜴了？这不是看着挺肥的吗？哎呀，丢了，赶紧去搞野猪啊！那你回家吧，我去搞野猪了啊。那个野猪发现野猪的踪迹，不过倒是有其他小动物光临了这里。有2种野鸡和巴布亚小型袋鼠，它们和野猪一样，都喜欢在晚上出来找食物。可能野猪相对聪明警惕，并不容易露头，所以我们只能再继续等待。可能是啊，咱这个陷阱放置的时间有点短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岛上的野猪根本就没那么多，咱再等等看吧。实在不行，把刚刚放那只蜥蜴抓回来吧，我后悔了。我上哪给你去抓？早就跑没影了。行了，咱来一趟也别空手回去，看看有没有其他食物。目前我们在岛内的丛林里，除了发现一种可以喝水的水藤之外，还看到了另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，就是棕榈科的水椰子。这种外形看起来像菠萝的球状果实，其内部的芯是非常好吃的。这种植物在巴布亚的沿海地带很常见，我曾经有了解过，所以一眼就认出了它。它的每个果实的重量都能达到10至20斤左右，非常难运输，所以我和大头并没有摘很多。哎呀！兄弟们，这个可是个好东西啊！咱打开一个最大的看看。来，这个大，我们先砍出一个缺口来，再用刀撬掉其中一个，剩下的全部都好弄了。咱们要吃的就是这个果核的心啊，它里面有一坨白色的果肉，就跟荔枝一样。咱们尝一尝啊。它有一点点微甜啊，吃起来就跟那板栗一样啊，越嚼越香。我也来一个。你吃呗，这么多的，没人给你抢。来，给你刀子。哇塞，一打开就有股浓郁的香味儿。好吃吧，大头？好吃。咱吃点垫吧垫吧，也该开始晚上的行动了。水椰子的果肉不光可以起到果腹的作用，还可以补充维生素。这时天也慢慢变黑，我和大头该分头行动了。今天晚上我就来红树林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做夜宵。现在正好是退潮，红树林的水位就降到了最低，应该能发现一些螃蟹。这边红树林的鳄鱼是真多啊，每次进来都能发现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条，目测1米左右，个头不大不小。很多人都说我大头不敢抓鳄鱼，或者抓的鳄鱼都是死的，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呀！今天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先抓住它尾巴，别让它想跑。
别挣扎了。哎呦，我找机会按住它的脖子，它就老实了。但它好凶啊，一直想回头咬我。哎呀，先让它安静一会儿，放松警惕，我再下手。哎，抓住了啊！看到没，真的老实了啊！这代表它已经被我征服了。这下你们该相信我大头还是有2把刷子的吧？大兄弟，对不住了啊，你接着休息吧。这次啊，得让剪辑师给我剪得厉害一点。上次啊，把我抓鳄鱼的精彩部分都给我剪没了，害得我被那么多人说秦哥可以，说我可不行。从前的大头已经不是现在的大头了。走，找螃蟹。这个季节，红树林里的螃蟹并不多，一般都藏在水里或者一些泥洞里，很难发现。所以大头在红树林寻找了很久，才迎来了开张。这是一只小青蟹，小家伙还挺凶的嘞，好小一个呀！不过也可以，收了。事后他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大一点的。哇，抓到了，好大一个，看到了吗？此时的我正在海里夜潜寻找食物的环节，我一般都会和大头分头行动，这样既能提高效率，也能丰富食谱。海底时不时就会传出奇怪的声音，还让我挺感到害怕的。不过这个害怕只是暂时的，很快你就会被眼前发现的东西转移注意力。大海真的很神奇，每次下来发现的海洋生物都会有所不同。你们看，这条睡觉的青衣旁边有一个身体细长的生物，它的尾巴居然和动画片里的龙一样，还有这种嘴巴长长的小鱼，我也是头一次见。巴布亚这边的海茄子是深红色的，身上长着很多凸起的小毛刺，你没有碰它的时候，它是在海底爬行的，当你碰到后，它的身体会迅速膨胀，用来防护自己。除了这些，就是各种各样在礁石洞里睡觉的鱼儿了。由于已经有了一些存货，所以今天刚下来时，我并没有对青衣动手，只是看了看它睡觉很香的样子，就离开了。本来我是不计划查鱼的，想着寻找一些海螺或者龙虾，直到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巨物，才忍不住发射了鱼枪。这条巨物的外形很奇怪，嘴巴长着2个大龅牙，头上还有一个鼓起的驼峰。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？这个鱼头上有个包啊！哇塞，这好像也是青衣的一种啊！在收获了这条巨物后，我突然打起了一些小鱼的主意，就是这种喜欢在珊瑚礁附近睡觉的臭肚鱼。它们的外形有所区别，但其实都同属一个科。这种鱼我曾抓到过很多次，烤起来的味道至今都让我回味无穷。我拿着鱼枪，没一会儿就收获了很多条。紧接着，我又在海底发现了一个很像海呆子的贝类，它张着大嘴，露着肥硕的肉，我实在忍不住就拿石头把它敲了下来。本想着收获它就上岸的，但冰冷的海水冻得我又改变了主意，还是再插几条大青衣吧，要不然天天在冰冷的海水里夜潜找食物实在痛苦。所以为了能够让接下来的2天过得舒服一点，我又在海底熬了一会儿。就这样，我们通过努力有了一顿不错的夜宵，食物存储也增加了一些。咱们现在的存货啊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最近的天气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的咸鱼干啊一直都没有干。明天啊得好好想办法解决一下，要不然我怕都臭了。今天啊我突然发现，虽然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岛了，但吃的东西啊一点都没变，还都是海鲜啊，吃不完的海鲜。本来今天搞了这么多货啊是挺开心的，但现在这么一想，又开心不起来了。所以接下来2天啊，我要把重点放到丛林里了，不能炖的都是海鲜了。是啊，秦哥，明天多去搞几个野猪陷阱吧。要实在搞不到，就去其他岛转转，反正现在有食物存储了。放心吧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大头，螃蟹熟了，咱们去开吃了，别搞了。好嘞。开吃了，开吃了。先来个水椰子的心尝尝啊。就是好吃。
过去啊一直吃大鱼啊，偶尔吃点小鱼啊也是挺香的。听哥，你还别说，这个臭肚鱼烤比新鱼好吃多了。是啊，这个鱼一烤就是很好吃。再来一条。兄弟们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我现在的心情真的是很放松了，因为啊，我们已经把暂时计划的任务啊全部都完成了。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一下，放松心情。放松啥呀？今天是完成了这个了，明天还有那个了，只要上得早，没有一天是闲着的。行了，别抱怨了，知足吧，这就是咱的命。摄影师，快来一起吃饭吧。